梦的预言性呢，一直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。有一本日本人写的中文名叫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一书，据说是在1999年出版的，里面记录了15个预知梦，据说有13个都已经应验了，都是关于地震、海啸以及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。还有一个被认为是预言2020年的疫情，因为那个梦里头说昔日繁华的街道、商场都空无一人。当然，心理学家呢不相信人能够预言未来，所以他们认为呢，瘟疫啊、火山、地震等等，在人类历史上的发生呢是有概率性的，而梦的本身呢并没有预言何时发生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梦呢不过是人心理活动的结果。怀疑论者呢认为只是人们将现实中筛选出类似的事件，然后说这就是梦所预言的。所以今天就我自己的经历呢，分享一点对梦的预言性的理解。人与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不常做梦，也有的人经常会做梦。我虽然属于经常做梦的，但多数的梦呢，到早上都已经忘掉了。即使一些呢仍然记得，但也持续不了很久。只有极少的梦，对我来说是很有触动的，并且能一直记着。而这样的梦呢，特别是一些带有预言性的，或者是具有属灵意义的，也就是异梦。因为圣经中所谈论的梦呢，都是这一类的异梦，而非人们平日所做的那些没有意义的梦。记得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个梦呢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使我发现梦是具备预言性的。因为那个梦很特别，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。由于没有写在纸上，所以梦所发生的时间想不起来了。我梦见自己呢，在一个房间里，奇怪的是，整个窗户呢都被一些虫子覆盖了，一点光都进不来，非常令人烦躁。正当我呢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那些虫子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我对这个梦所预示的是没有一点线索的，不过在那段时间呢，我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车子的那个室内的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关不上，尤其是夜间开车的时候，会导致外面的路面看不清楚。总之我是深受其扰，后来有机会到车行呢换机油，就顺便问了一下这个问题。那个人呢指示我一个地方是我没有注意到的，就是仪表灯的旋钮，不仅是个旋钮呢，还是可以被按下，那个灯就被熄灭了。就这样一个困扰我很多天的问题，就这样一下子解决了。而我注意到这个事件的特点与我的那个梦呢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一个呢都是让人极不舒服的问题，又都是在突然之间得到解决。梦呢也是我去车行头一天做的，所以这个经历呢使我相信二者是关联的。再分享一个和汽车有关的梦，那也是很多年前做的。当时呢是太太要考车牌，我就记得头一天晚上睡觉前，我们为这个事祷告。不料夜里又做了一个梦，梦的内容呢和考车没有什么关系。梦见自己所在的教会呢搞了一次烹饪大赛，而我当时选择做了一锅的粥。那因为从商店买的那一种芋头西米露味道很不错，所以我照着仿制了。然而当我把自己的作品交到评委那里的时候呢，那位女士呢跟我讲了很多。虽然那个人的态度非常的和蔼，但是他所讲的意思就是我没有完全符合竞赛的规则。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You have to come back again。 第二天早上呢，想起这个梦以及梦中的最后的那句话，所以意识到可能这次考试不能通过，因为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还要再来一趟。事实也最后证实了他没有通过那次路考。不过这件事呢却让我有一些思考，就是为什么我会做梦梦到这件事，而我太太她自己却没有。我理解呢，人并不能看到未来的事件，但是人却可以感受到自己将会感受到的。
第二天虽然他的考试呢没有通过，但对我自己的感受呢同样是失落的。所以我想这种感受才是我在梦中所捕捉到的。我在以前的视频中曾经分享过，我曾做过一个手指疼痛的梦。由于梦中那个痛呢是十分的剧烈，以至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。然后第二天呢，虽然不再思想那个梦，但在锯树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锯子伤到了手指，十分的疼痛。其实那个梦呢，并没有预示着第二天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件。那个梦呢，只是感受到了我第二天将会感受到的，那就是手指的痛。梦所传递的信息是非语言性的，那只是一种感觉、欲望，是抽象的。但梦呢，则是被具体化的，它是与人自己记忆中的一些意识信息结合了，而形成一个梦的故事。在那个手指痛的梦中呢，我所感觉到的就是手指因触电而疼痛。确实呢，在很多年前我曾经经历过触电，那是一种深层的回忆。梦呢，容易被人解释为仅仅是人自己的意识活动，那就是因为梦的构成呢，都是来自人自己的经历、知识以及回忆，而梦所传递的信息就被人忽略了。所以我理解呢，上帝向人传递的信息也是非语言性的，它与人意识中的知识结合而形成了梦。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中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兄弟的河捆向他的下拜。今天的城市里的人是不会做到河捆这样的梦，因为这不属于我们所经历的事情，也不会有下拜这样的事。但这却是约瑟那个年代所特有的。然而梦所传递的信息却是来自上帝，所以这样的梦呢，约瑟自己他知道是奇特的，而不是荒唐的，他才会讲出来，他父亲呢也才会记在心里，而最重要的是梦能够在多年后应验。所以我们回到视频开始的时候所分享的关于人梦见未来的故事，如果那些梦真的能预见未来，那一定来自上帝，而不是人自己对未来的感觉。所以所梦见的也不是人自己的感受，而是事件的本身。今年的3月8号做了一个特别的梦，我自认为那是属于预言性的异梦，但没有经过验证，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。我站在一个火车站里，面前呢停着一辆火车，这个火车的编号呢是6号。我手中有一个开关，那个样式呢像老式的音响里面音量控制的滑动开关，说这个开关可以控制火车的吸引力，吸引力大的时候可以把车站上的人吸到火车里面。我无意中呢抬头仰望，看到天空中有一道轨迹，我以为那是飞机留下的，仔细看呢，可能是一条船在海中留下的，也可能是车子在沙漠中留下的，只是太远。但这一点呢，却使我特别的吃惊。也就是说，我所看到的天空，实际上是另一个世界，倒挂在极高之处。我也注意到，在我的右边就是火车开来的方向，那也是极远的地方，是另一个世界，好像是另一个星球。那里的尘土好像是沙漠，或者是盐，有一个巨大的蛇或者是龙在地下面移动。我只能用电影中的画面来描述，但它所形成的是一个巨大的坑洞。我看到房屋倒塌，跌到那个坑里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也进到地的下面，在地底下击杀了那条蛇。我听见来自地下的爆炸声，然后整个大地就安静了。我又向我左边观看，也是在很远的地方，那里是黑云密布，地面上有火光，有黑烟，我感觉那里在有战争进行着。我从梦里醒过来了，似乎下意识的就明白了这个梦的含义，分享一下，也不求所有人的认同，仅供参考。我同时看到了4个世界，现今地上的世界，天上的世界，过去以及未来的世界。
而那个数字6呢，是指6年。我看到的右边就是火车开来的方向，代表着过去。那6年前就是2017年，我在那一年经历了多次的灾祸，如同我生命中的地震。这个梦启示我，那一年我能够胜过灵界的攻击，是因为攻击我的灵界的恶魔被平息掉了。这个梦中出现了圣经中特有的代表邪恶势力的蛇或者是龙，而在我的左边就是火车开往的方向，估计应该是代表6年以后要发生的，而如今则是平静的。不过我那年所经历的并不是看得见的蛇或者是龙，而只是它的影响。而梦中我看到的是沙尘的翻动，而那怪兽呢，却依然隐藏在地下。关于我手中的那个开关，相信是潜意识中的记忆，因为很多年前我曾向往的是搞音响，就是那种调音开关来分段控制声音。耶稣呢曾讲过一个比喻，就是主人呢分别给仆人不同的恩赐，以及使用恩赐的自由。那自由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柄，我手中的那个开关就可以理解为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梦呢告诉我呢，如今的时代就是这样的机会。我做这个关于圣经信仰的视频是被上帝认可的，这也是他赐给我的恩赐以及自由，如同管家有使用资源的权柄。关于梦中的数字呢，曾有牧师呢分享过，在圣经中数字4呢是代表受造之物。比如在地理方向上，我们分为东西南北4个方向。在时间上呢，我们分为4季，而在梦里呢，代表方位呢就是天与地，而时间的观念呢就是过去与未来。而数字6呢是属于人的数字。我6年前经历的灾呢都是人祸，那么6年之后所经历的战争也应该是人祸。